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一起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几位强大的情感导师，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白庆林。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只有人愿意让你成为他心目中那个完美的人。让我们在爱中收获成长。大家好，我是莎娜。心动不是答案，心定才是答案。大家好，我是雷鸣。相爱啊容易，相处真的难呐。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中的滋养啊，不是会甜言蜜语，而是说它能接住你的每一句话。再次欢迎我们几位老师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鱼21岁，来自山东，学生；小崔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之前犯过错，但我也道过歉了，也重新追他了，他总是过不去，一生气就拉黑我。他就是渣，我觉得我不是他的唯一，他答应的事情总是做不到，就是不在乎我。你觉得你俩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犯了错该道歉就道歉，改过自新就好，吵完就该翻篇，不能总是相互折磨。问题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心里的结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不是道歉弥补就能翻篇，得用行动说话。这一上来就说我之前犯过错，这才21岁犯啥错啊？主要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就是当时我们学校是迎新，然后当时是认识了一个大一舞蹈系的一个小姑娘，跟那个小姑娘当时就有交流吧，然后她给我送过礼物，我知道她可能对我是有好感。当时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就有表达过就是生活费不太够，然后我就给她转了一笔钱。就是很暧昧的那种，就两个人已经快在一起了，他给他转了520块钱。你俩那个时候是男女朋友是吧？对，就给他转了520。哦啊，520，对对对。后来我也跟他承认错误了，就是当时也是上头，就有点鬼迷心窍了，就是想体验一下那个转账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后来我也跟他道过歉了，咱承认错误，咱得真诚一些。你到底想体验什么？就是想给他就是转钱嘛，然后之前跟对象也转过，但是也没转过，就是这种的。那你咋不给你对象转520呢？我也给他转过，我不喜欢他，然后他也就是这个事儿他有点接受不了，然后跟我提分手。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也天天哄着他，然后也补偿他了，好说歹说追了1个月，就是挽回他嘛，他就又原谅我了。然后我俩又重新和好了。在这之后，就是因为像有这个事儿嘛，然后我就感觉就是他后来就不信任我了，就是没事老是看我手机。那搁哪个女生能信任呀？这信任一下就为零了。然后我感觉就是他看没事儿，你像我肯定做错过嘛，看我身上不怕影子斜，他该看嘛。然后像平时就是班里边有别的女生，然后给我发消息。然后他都觉得就是我跟人家有问题，就比如说人家问作业什么的，然后呢他就是不回答问题，他就关心人家身体，说什么啊，反正这个作业是我收，你要今天不舒服就不用交了。我这然后再回一个特别可爱的表情包，就跟所有女生都暧昧不清，就跟所有女生都撇不清关系这种。就是带一点的同学之间的关心嘛，然后目的肯定抱着就是想让他先交作业的出发点，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个女生喜欢他，让所有女生都喜欢他。有男同学问作业也这样吗？啊，没有，就回个嗯。他没夸张吧？有一点夸张，但是基本上，你想，我就本身觉得就是男同学之间嘛，就肯定就说话就直接点嘛，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然后你像女同学嘛，就是我抱着就是想哄着人家的出发点嘛。你为啥要哄着他呀？就想让他快点交作业嘛。快点交作业，你就告诉他，你赶紧交，我告诉你作业在哪儿，好好写就行了。为啥要搞这些？为什么男女要区别对待呢？你那么喜欢，我就是那么说的。那么喜欢转账，为什么不给男生给转个520呢？你再把人吓着，人对方那男孩挺无辜的，你跟他说，
个什么主意啊？他这不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吗？对呀，这个是不是你男朋友就在这个异性边界方面挺让你担心的？毫无边界，没有边界。我就跟所有女生都是边界这样的。就是他之前还有一个他在外面合租的，就是那种室友，就2个人合租在校外，然后他那个室友有一个前女友。他就是特别关心那个，就是他室友的那个前女友，就是也搞得很不清楚。我不是关心，我没关心他前女友，就当时是我那个舍友，他谈了一个对象，谈着谈着他不想跟人家谈了。对，不想跟人家谈了，他跟人家谈。我没跟人家谈，然后人家兄弟不想谈了，他谈。当时人家那小姑娘，然后就是天天就是问我，然后问我舍友去哪了，然后为什么不回消息那些，然后有的时候大晚上半夜，然后在那个小区楼底下，然后就等他。我当时就想着，你看人家一个小姑娘，然后大晚上多危险呀！然后我就想着，就是下楼之后，就是跟人家好说歹说，然后给人家送回家。我觉得我这么做应该没问题吧？他送了3次，就是你第1次如果是出于礼貌都还能理解，他连着送女生3次，最后你咋知道的？就已经发展到那个女生就是想跟他谈恋爱的那种程度，他觉得瞒不住了吧？后来给他送东西什么的，然后他告诉我的。后来是就是那小姑娘，然后就给我送了一个礼物，因为我一开始就是真没往别的方面想，然后就他给我送礼物之后，我才就是觉得就是小姑娘不会喜欢我啥了吧？然后我就也跟他就是说过，就是明确过，然后就让他就不要再对我身上下心思。然后后来我也跟我女朋友说了，不是你送人家回家的时候，你只跟你那个租房子的那个朋友说过吗？他跟我说随便，就是因为我那个室友不管他，然后我觉得又不太好，这肯定人小姑娘别大晚上再出啥事儿。他就是等着你送他回家吧，可能是第1次来是奔着他来的，第2、3次奔着你来的，哎，对，是吧？有可能。这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人咋想了，我就是想抱着就是肯定是以人家安全为主嘛。就没有边界感，这什么安全不安全，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室友的前女友，怎么他不谈了，你跟他谈呗？我没跟他谈，我不想跟他谈，我是纯是想哄人家。跟室友的前女友都没有边界感。你有女朋友，你凭什么要哄着别人？我当时就是你第1次送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我就送你这1次，注意你，因为你的安危。还有诸如此类的事儿吗？其实这些事儿之后，然后我都知道自己的错误了，然后我也是就是认真反思了，然后他在哪有不高兴了，然后我就都会哄他，然后当时他也就是慢慢的原谅我了，但是就是过后之后有一件事我就是心里边其实搞得我还挺难受了，就挺搞心态的。他老是动不动就把我微信给拉黑了，就是连说不说。你想他要生气的话，他跟我说一下他因为啥生气也好，他连说不说，然后就直接找不着人了。我再一发消息，那个微信上面就是红叹号。但我每次都是我觉得我没有做错，然后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每次我们约好了出去玩，就比如我们今天约了明天出去，然后他就从今天晚上睡到第2天晚上，然后就是说到做不到这种事情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他答应了，然后他不做。我答应他了，然后我也去了。之前就是我参加一个活动，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那种，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让他带着他爸妈一起看，他也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又忘记了，就又是一次说到做不到。我没忘。然后最过分的是，最过分的是他还就是给我买了一本书。叫什么非暴力沟通，这不就是在指责我吗？然后我就觉得，那你要是觉得我跟你沟通我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算了，就干脆别沟通了。然后我实际上他也是因为我之前我们2个就是好好交流的时候，我想跟他聊的时候，他就是态度非常不好，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聊了，就下次就还是不想让我自己经历这种事情，我就直接删掉算了，先让他冷静冷静。谈了多长时间了？你们2个人？我们谈了1年多了。我感觉你今儿咋一肚子委屈呢？就是一上来啊，我做错了，但是感觉你说就你越来越委屈。你是不是在这1年多的过程当中也挺难的？难倒是不难，就是本身就是我俩谈，然后我就是很喜欢她，就觉得她特别漂亮，因为本身是我做错了嘛，然后我也跟她好好承认错误了，但是就是觉得有一些处理方式上面，就感觉就是我挺不理解的。你是觉得自己挺受伤的是吗？也不是受伤嘛，就我也说不出来，根本就不是，全是装的。他还有一次是因为就是我前男友加他微信，就跟他骂我，他就是在这之前他已经知道我前男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是我之前那个前男友会管我要钱，然后去还他自己的花呗，然后他加他就跟他说我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女生，他给人家说什么啊，谢谢你兄弟，我开学请你吃饭。
就这种话。不是这个事儿，我当时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俩谈之前，包括没谈的时候聊天，她也跟我提过她前男友的事儿，因为我知道她前男友是个怎么样的人，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没脑子神经病一样的人。然后她还要请这种人吃饭？没有，她前男友找我的时候，我也不是就是抱着就是认真听的心态，就是想逗逗她前男友。然后我说那句话也是为了就是想逗逗她。然后后来我把这个事儿跟她说了之后，她就生气，就觉得我不在乎她。今天是谁要来的？今天是我要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俩谈了这么久了，然后感觉现在我俩在一块儿好像就是没有最开始的那么好了。比如说就最开始我俩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干啥，就是他都跟着我一块儿，然后比如说我踢球，然后他会跟我在一起，然后在旁边看我，给我送水啥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在有啥事找他，我说让他陪我一起，他都不来了，然后说自己有自己的事儿要做，哪有那么多事儿要做？肯定就是要不就是干别的事儿去了。那你以前咋不这样？我以前跟你好好的时候，然后你在外面搞那么多学妹出来。我现在我也跟你好好的。然后他还有一次是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然后我跟他一起回他老家，然后待了能有1周多吧。我就是因为吃不惯他家的菜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跟他说让他帮我煮碗面，然后他就是死活就不给我煮。他当时不是好好说了，他当时就是使唤的意思，就是说话声音还挺大的。然后本身就是在我家嘛，然后我爸妈都挺喜欢他的，我也是就是两边一直在维护嘛，就觉得他这样，然后在我爸妈看来就是我也挺没有面子的，就感觉让我爸妈看着是不是我女朋友一直使唤我啥的，然后就感觉不好。然后我当时就没理他，然后他就不高兴了，然后转身收拾行李就要走。我是因为觉得就是他老是就是想跟我说，就是让我在他爸妈面前装的就是那种特别懂事的那种样子，然后我肯定觉得也很委屈，而且我也没有就是像他说那么恶劣，让他爸妈不喜欢我什么的。而且我收拾东西，我收拾东西走的时候也没有走远，然后我在他家旁边开了个酒店，然后我想着等他嘛。我就觉得他可能就算是不来哄我，他可能也会关心我一下吧。毕竟之前那么爱关心女生和学妹，对。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会来，就起码关心一下我的安全。什么都没有，转头跟他兄弟去酒吧喝酒了。然后我第2天回家去找他，就他妈妈给我留了钥匙，然后我就回去找他。我觉得感情肯定有一个结果吧。我说这什么意思？然后我在他手机里面看到他跟女生的合照，就在酒吧玩的那种照片。哦，不是晚上出去酒吧跟别的女生喝酒不是男生女生单人呢，就是有2个女生，然后3个男生的合照。你能喝得下去啊？当时你女朋友在你老家的城市没有，我当时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当时我也很难受，然后正好顺道是我朋友叫我了，然后我就出去了。然后后来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事儿自己做的不对，然后我也好好哄他了。今天小鱼要来，小鱼是要解决啥问题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嘛，就是肯定就是这个年纪，就是我会做一些错事儿，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不好的想法，但是还是想回归自己的本心嘛。还是喜欢他。对，还是喜欢，就是想跟他好好的。对。现在发现女生没有以前那么对你好了。对。小崔，你来是啥意思呢？我其实不太想跟他谈了吧，因为他做了太多就是让我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就是还会记得他一些好，然后就是有点放不下的那种，就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你想分但不舍得。对对对。所以今天来我们爱情保卫战问问我们该怎么办，是吧？我们先来问问同样今天来到节目的李先生和刘女士。我觉得这个小妹妹遇到的这个男朋友是有一些海王。行，给你下定义了，海王。那个李先生，你觉得他算海王吗？差不多吧。所以那要是这样的话，您觉得他俩应该分吗？看他们缘分吧。反正这个小弟弟是，感觉确实有点做的有点过分。没人能帮得了您啊。最遭人恨的呢，还不只是你对每个姑娘都想表点意思，还有的就是你明明做了，但是坚决否认。你说你给别人转的520，我们一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哪怕你就说在那一瞬间有一点点动心。哎，我说了嘛，当时就是鬼迷心窍了。那没有，鬼迷心窍和有一点点动心这是2回事儿。有一个老太太走过你身边，你看到老太太可怜，你本来想给5块，但你鬼迷心窍给了5000，
这不叫做对老太太动心，对吗？所以你避重就轻，选择了一些词语，使你显得极不真诚。不真诚这个事情是让我觉得比你的海王身份更令人厌恶的，也是我如果作为女孩的亲友的话，我会强烈的要求她跟你终止关系。因为一个不真诚的人在身边留着，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隐患，你都不知道他嘴上哪一句话是真的，哪一句话是假的，他不走心。然后你对于那些姑娘转账是真的，打车送回去是真的，对女朋友所有的承诺可能都是假的，对吗？因为你不真诚，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这么认为你已经破坏掉了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了。因此我建议分手啊，你只有分手，重新再开始一桩新的恋情，在新的恋人面前尽量的真诚，哪怕你就像贾宝玉一样，我对每个女孩我都觉得是那个花做的水做的，我就是想怜惜每一个妹妹，虽然我爱的是林黛玉，但是不影响我照顾其他妹妹，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转了520那是我的错，我没有边界感，但我在当时我确实，对吧？你这好歹你敢做敢当，好歹你大大方方承认你自己，我就是喜欢姑娘们，我就是喜欢跟她们聊聊天儿，我就是喜欢跟她们在边界的这个来回左右试探。你承认了不算了，但你不了以后，就会使你的女朋友陷入到一个两难的抉择，那就是一方面她认定了你是个靠不住的人，但一方面你怎么嘴能这么硬呢？他就想留下来看看你的嘴能硬到什么时候呢？你是什么时候能对我真诚，承认你是的，或者什么时候能让我发现我可能是误会了你呢？他就带着这么一丝侥幸依然留在这里。你也没有那么爱他，你只是喜欢征服。就像你刚刚说的，他那么好的时候，前缀是他那么漂亮，他那么漂亮，但是其他呢？他的性格是你最喜欢的吗？跟他在一起的日子是你觉得最愉快的吗？你们有做过什么让你觉得这一辈子恐怕都不会再有过的那一些心动时刻、美好时刻吗？你期待在未来的人生里头有什么时光是跟他共度的吗？你都没有，你只有因为她那么漂亮，我失去她怪可惜的。这个说起来就真的很讨厌，有一点像一个主人养了一个漂亮的宠物，名贵的宠物，明明这个宠物他也无力照顾，不想照顾，但是又看看它这么漂亮，就让它留在身边吧，就仿佛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早一点分手吧，对于女孩来说没什么好劝你的，你刚刚说了自己心意是已经决了，那么就坚定一点，走得彻底一点，这个男孩不值得留下来。我说完了。我觉得这位男生你从头到尾你都没有真诚过，就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520，我们全世界都知道520是什么意思吧，转账，你还在那狡辩。还有交作业，虽然只是一个生活中的插曲，这就是你的习惯，你就喜欢让女生对你有幻想，你就喜欢像一个花蝴蝶那样，这是你身上的一个特质。然后你送人家回家，我觉得你不应该送人家回家，即使你真的是觉得害怕那个女生出现什么危险，你送了人家3次呀。你还给人家留了那种机会幻想，让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给你表白，是你一步一步让人家走到今天的，然后你还在狡辩，你那么担心你的女朋友到了你的城市奔着你去的，然后他离开了你的家，在旁边住下了，你居然可以当天晚上到酒吧，你心里于心何忍啊？你关心过他吗？你不怕他出现什么问题吗？你每一件事情都让他伤心，每一件事情都让他心情不好。这个女生你说回不到以前，确实回不到以前了。因为一个人当一次一次的让这个人伤心，从第一次的那个信任崩塌的时候，就已经回不到以前了。其实你根本就是并不爱这个女生，你也从来没有真心关心过她。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应该早一点回到自己的世界，不要跟这样的男生在一块交往。你只爱你自己，而且你只希望当一个中央空调暖所有的女生，没有什么可说的，都没有必要来，知道吗？赶紧走。爱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碎，大家一开始都觉得我们的爱特别的坚韧，我不就是送了一次女同学吗？我不就是送了一次学妹吗？我不就是转了一次账吗？就是在你总是对爱抱着侥幸心理的时候，其实这一次又一次就伤害了你的女朋友。
说白了就转了一圈儿，发现女朋友还是最好的，要不然早就跟别人好了。21岁嘛，又年轻，颜值又高，本来就是很多人关注的那个焦点，享受被女生们包围的感觉。哪个女生见了你可能都得多看两眼，哪个女生可能都得跟你搭个讪，你稍微对哪个女生表示那么一丁点的关心，立刻就会让这个女生不能自拔，你享受这种感觉。但是有一点，你可以在没有女朋友的时候这样做，你一旦选择说我要认真的开始谈一段恋爱，确认一段关系的时候，那这其实是对你自己的一种保护，因为你这样会让你自己看起来很轻浮。那些女孩她们也不会把你当成什么真的去爱的那个人，她们也会觉得你看你今天搭讪这个，明天搭讪那个，那我也只是跟你玩玩而已。今天为什么你会主动来到节目，是因为你发现女朋友有变化了，你开始害怕了，你总以为我哄一哄就能把她哄回来，女朋友不是用哄，女朋友是用爱的，所以你对她从头到尾都在哄。那哄后面再加一个字是什么呢？哄骗嘛。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在哄骗嘛。现在发现糊弄不了了，着急了，但其实只要他再稍微给你一点像以前的感觉一样，你马上又会恢复到那种被众星捧月的感觉。就说白了，没定性，没想好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我说爱情很易碎，且谈且珍惜吧。你们不是才大3吗？你有信心在接下来1年里管住自己吗？我有是吧？别光说，得他信。就算你们俩今儿不出来，这1年不是还在一个校园里吗？那你就追他1年呗。对，前提是咱得承认自己做错过，对不对？这就是代价嘛。你再追他1年，他可以不同意吗？他可以不同意吧？可以。你追了1年，我依然不接受你，可以吧？可以。那你接着追嘛，对不对？确实有做错的事情在前面，而且呢，就是我老觉得是什么呀？2个人颜值都高，帅哥跟美女谈恋爱吧，容错率挺低的，因为双方诱惑力都强，都不缺，对，诱惑力都强，双方要求都特别苛刻，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坚持1年吗？我觉得能。你觉得能是吧？你信吗？他这1年都不一定能送多少个女生回家了。你吧也有一问题，接受了就别提。你要是不接受，当时就分开，也没今天这一出。那接受了之后，你已经有2次随口一说就带出，既是打击他，又是算挤的他吧。那个送人回家这事儿提了1次，给人520那事儿你随口也提了一次，所以你说你不在乎吗？在乎。所以你还是在乎他的，你也别说就一定分得开，他可能用不着1年，你们俩又谈恋爱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还是喜欢他，就是别把这事儿就当做一个特别了不得的事儿。你要真能管得住自己，1年以后这不是事儿，您也克制一下自己，对吧？咱们年轻都好胜，起码他让你胜利好几次了，唯一一次没有胜利，我从你家拿着行李走了，你居然当天晚上喝酒去了，所以立刻翻脸了，对不对？你是想赢，所以咱们嘴上别那么不饶人，你让他再追你1年试试，可能用不着1年。这是我个人建议啊。为什么郎才女貌别人都会很羡慕？因为他们能在一起啊，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几关，先得经历自己这一关，就是我到底是帅还是一般人。第二，经历外人是觉得我帅还是觉得我是一般人。第三，我爱对方吗？我足够爱对方吗？因为2个都很出众，外在很出众，人受到诱惑也多，你们彼此在一起，对对方的敏感度也高，你们谁都是特别懂我们经受过什么，所以此时就更验证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牢靠不牢靠。你们现在是情侣关系吗？还是呢？那你女生你说了这么多事情，哪件事容忍度你挺包容的呀？为什么不离开他呢？就是因为你也享受的，他同样享受的那个点叫什么呀？虚荣。我倒不认为他真的会跟那几个女生会怎么样，这里面是真真假假，但
他有一点是他一直跟你还是男女朋友，他没有做原则上的那些事儿，对吧？没有吧？哎，他满足自己的虚荣，而且年纪还小，经受诱惑的这个定力也欠妥。况且你们俩到底是被彼此的外在吸引，还是被对方的真心所拴住呢？我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如果你看重是他的心的话，他那些行为但凡有一个你就走了，所以你看重的也是他的外在，也是啊，对不对？所以说再继续考验吧，因为谁都得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尤其是长得好看的，好不好啊？且行且珍惜。曲总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对呀，那经历了多少考验呀！哎呀，小朋友啊，21岁还年轻，还年轻，没关系。今天来其实听听大家的建议，对你们的感情也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待会儿是不是要出来，你们自己做决定，好吗？那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坐那儿休息一会儿，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李先生44岁，来自天津，物业经理；刘女士42岁，来自天津，文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对方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人？他烂好人，圣母心，猜忌心极重，做事不过脑子，跟前妻划不清界限，还天天催我结婚。他对感情很冷淡，对我很挑剔，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对他的心思，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头。我现在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来参加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谈结婚有点为时尚早，还需要时间磨合，但他有点逼婚的意思，我也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我们都磨合1年多了，而且我们都40多岁，我想让各位老师劝劝他，就嫁给我吧，我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好找了。我们先明确一下二位的关系啊，李先生、刘女士，您二位现在是在恋爱当中是吗？是。哦，谈恋爱多久了？1年多了吧。那方便问一下，你们之前都是有过婚史的吗？我有过一个婚史。我是一直单身。那先生，您的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结束的？7、8年吧。7、8年，有孩子吗？有。孩子跟着我，就是我父母给带着。那所以，如果您未来跟女士生活在一起的话，孩子要跟着你们2个人生活吗？他会跟着我父母的。那方便说您之前上一段婚姻为什么结束吗？就做生意赔钱了吧？做生意赔钱了。对。那今天是谁想要来的？啊，是我提议来的。您提议来的。我们2个都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很信任各位老师。想跟老师们说一下我们目前感情的困境。好，又都咱天津人哈。行，对，那谁先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刚交往1年的时间，结婚还为时尚早。他有时候表现的那个比较烂好人、圣母心，我觉得还不太适合结婚。生活中就是对朋友都是来者不拒啊，对他借钱呀，然后找他帮助啊，他都毫不拒绝啊。之前有一个朋友开店，资金周转不过来，借人家3万块钱，至今没有还。不是我那个朋友，就是当初也帮过我。他是老给别人这么借钱吗？应该不止1次。那您说他跟他前妻还有一些什么联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前妻现在还租住在他的房子里，不收费，偶尔还就是他们一家3口一块吃饭，不通知我。住在他的房子里。您在天津几处房子呀？好几处房子。就是没有离婚不离家是吧？我还以为不是，您理解错了，就是说我们是拆迁，当时我们已经离婚了。我前妻住的房子是在我儿子的名下，现在我孩子已经成年了。哦，这房子不是他的，是他儿子的。对，也是说我给儿子的吧？啊，你给儿子的。对，然后呢，他是供着我儿子现在上大学，现在1分钱都不找我要。所以这个事儿您心里介意是吗？是呢。然后我这也是挺没有安全感的。其实分开的2个夫妻关系好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并不代表是有感情。刘女士是接受不了是吧？你觉得离了婚了就应该要老死不相往来，是这意思吗？也不是，他没跟我说，我们也可以一块儿吃饭嘛。我说句不好听，人家一家3口吃饭，你去干嘛呀？这事儿就怕发展。万一过个3、5年，那儿子说了，
那个爸爸妈妈应该复婚，这事儿就不好聊了。行，这我们先搁这儿。你刚才还说你说一个是烂好人，还有一个圣母心。啥叫圣母心呢？我能问一下吗？他是一个物业经理嘛，然后我就发现他那个老给那个独居女业主去维修去。有一次我去之后，他还给人家维修电动自行车。我说你也不是维修工，你怎么上门给人维修那个电动自行车？也不是房屋设施是吧？啊，他说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要那个给人家一个好的服务，但是这也太巧了，总是这个女业主给他那个报修，他就去。多大岁数？多大岁数啊？我没问。万一人85了，啊不，你这事儿得弄明白了。85不骑电动自行车。啊，多大岁数啊？30多岁，就是我为他服务，我给业主们都会服务的，因为留一个好的口碑嘛，就是说包括公司和我个人的口碑都是特别好的，就是将来以后我收物业费的时候也好收啊。那么多家呢？就他家出现的问题比较多。那是就他家物业费难收吗？有没有留下吃个饭什么的吗呢？没有。他看人穿的少，还给人披外套了啊？你看见了？我看见了。不是我解释一下，那因为他这个在车棚里边，在车棚里，他让我维修的时候，他穿的特别单薄，没想到他这活也比较多，我顺手啊，你冷我就给披了一下。哎，这个不对了。这个动作很暧昧啊！对，你还是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热乎着给人家披上的吧？不是，我没给他披，我都让他自己穿上，我怕他，我没。那也是从自己身上脱下来衣服给这个女生的，对吧？对。这画面正好给让你看见了。没看见过程，我去的时候就是他在那儿低头修那个电动车呢，人家披着他的衣服我认识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他太圣母心了。总是做无底线的事情，就是有点没有边界感了。我们是服务行业，帮我忙这事很正常。反正你女朋友介意，您自己看着办就行。咱接下来咱说说催婚的事儿吧。着急结婚呐？是啊，我特别喜欢他，我怕别人把他抢走吧。他总是跟我提这个事儿，给我压力。然后有一次还那个带着现金上我们家提亲去了，也没提前跟我说。我特别讨厌他做这种就是不提前跟我沟通的事儿，把我们全家都震到了，所以当时也没答应他。我是带钱去，那不表示我的诚意吗？那你提前也没跟自己女朋友说一声，我今儿去你们家？我感觉差不多了，就谈了1年多了。我问一下，带多少钱去啊？20万。哎呦，现金啊！这是奔着彩礼，带着一个大包。现金，这是奔着彩礼去的，是现金吧？是，绝对要这种感觉。男人嘛。你当时怎么拒绝的呢？我就说还没有想好，因为我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现在我们就是还是有一些需要磨合的地方嘛，我不想这么仓促的答应。他现在不想跟我结婚呢，还是有原因的。有啥原因啊？因为他前男友啊。我最近他发现呢，有一辆车嘛，最近总是送他回家，车牌是重庆的，他前男友就是重庆的。多方打听吧，就是说问我们之间的朋友吧，说他前男友来天津了，所以你就觉得每天来接送他的这个车就是他前男友的那个车？对。那直接问不就完了吗？是前男友来了吗？不是，就是跟他解释了，他不听，他老疑神疑鬼。他知道我以前那个谈过一个就是前男友，他就老问细节。然后呢，他发现有这么一个外地车牌，其实是巧合，跟他解释了，是公司一块合作方吃饭，人家好意看天黑了，吃完饭送我回家。那他不是说老出现吗？这不没有，就2次。那怎么老跟这个客户就吃2次饭呢？不是，是好几位同事一块儿。他送你回家，你不会给我打电话，我接你去啊？人家都说送我了，也不只是我一个女同事，送了2、3位女同事。反正我就看见你一个人从车里下来。这个他就是上纲上线儿，看见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自己脑内。你前男友是跟你们2个人谈过很长时间？哎呀，都10年前的事儿了，我们早就把这段感情放下了，然后我们也没有私下见过面儿，这么多年了，也都跟他解释了，他不听不听。我感觉不可能，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收拾他的书房，有一本书里夹着他10年前男友的照片，然后我就给他放到桌子上的，我让你自己处理。
因为我知道是她前男友，不但没处理，又收藏起来了。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一直单身跟这段感情有关系吗？没有。那前男友现在单身呢，还是已婚呢？他是离异了，应该具体的我没有多了解。不是一直没联系吗？怎么知道离异了呢？还有微信了，手机上是以前的同事，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同事。你们以前共同同事为什么会跟你聊起你的前男友呢？没有特意的聊起。怎么那么随意呢？对啊。就是在几年前提了一下，就是以前的同事聚会的时候提了一下。那个先生，您从哪儿打听出来说他的前男友来天津了？我们的朋友。你们共同的朋友怎么知道那是他的前男友呢？他就是脑内，他可能跟人旁敲侧击，然后不一定对得上是这号人，他就老往那上面想，天天疑神疑鬼，就以为自己是个侦探。所以就是那天送您的不是您前男友，不是，跟他解释了，他不信。对，现在就是不信，所以我特别头疼。他现在甚至把说他不同意他求婚的这个也都归到了前男友的头上，就是心里的内心戏特别的多。就是他老催我结婚，然后我就觉得还没有到时候，想让老师们看一下我们适不适合现在结婚呀。你还想处吗？觉得他这个人是挺好人，挺善良的，就是可以再往下处，可以再加深了解。那您觉得结婚要符合什么条件？咱提出来啊，看他哪儿不够，咱改啊。就是让他不要那么就是圣母心烂好人。也不要就是一点小事儿就一直在这儿，像那个前男友的事儿，不要再追问我了。你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接受他的求婚？我觉得怎么也得交往2年以上吧。他最近还做什么比较过边界的事儿了吗？就是之前看电影，他又突然那个就是在看完电影之后，跟那个就是院方联系，然后就搞一个求婚。然后也没跟我提前知会，然后我就吓着了，跑了，给我扔那儿了。所以我给我扔那跑了，我特别尴尬。是啊，就是我也有我带着朋友啊，带着鲜花，哎呀。对呀，你这样把他晾在那儿，他也很尴尬。你又觉得他不成熟，他给你浪漫，你说不成熟；不给你浪漫，你说他。对吧？就是提前说一下嘛，有惊喜。还有一点啊，我也想知道一下，你跟你的前男友还有微信是吧？还要互相往来一下，聊天一下是吧？没有，删了吗？顶多在过年。现在删了吗？现在没有，知道了。顶多过年的时候互相问候一下啊，还有就是可能群发的那种，没有说专门要去联系这个人，没打算。为什么还留着他的不，稍等，哎，你别问，我来问，就是你能为了他删了你前男友的微信吗？行，因为我们也没有就是特别大的矛盾，就是没有觉得特意要去删除微信。就像合影，我没有就是觉得说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销毁，把所有照片都删除。我觉得这样才是不成熟的。你可以就是既然放下感情，搅一半下去嘛，把你前男友搅下去嘛，对不对？东西是死的，心是活的，心不在了就可以了。您对这个婚姻有什么样的一些畏惧吗？也不是畏惧，就是我一直就是可能过惯了单身的生活吧，现在就是还没有想打破这个平衡。我父母也没有催婚，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压力。所以今天来就是想让我们看一看，就是他如果再这么求婚，你是不是该接受，是吗？我觉得可以再缓缓，他比较着急。哦，那个李先生，您今儿来我们这儿是？我就想让老师就是帮帮我，劝劝他。再问您一个问题，你有信心当后妈吗？这个他孩子已经成年了，他跟我说很懂事。你接触过吗？有见过，在一起1年多，见过几次？见过1次。见面感觉怎么样？小孩是挺懂事的。咱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一组小鱼和小崔怎么说，好吗？我感觉就是大哥这块儿，然后不管是对家庭，然后对事业，就是都挺有责任心的，然后也很喜欢姐，然后姐的话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哎，那你说要是没那么喜欢，还要结吗？没那么喜欢，可结可不结吧，看有什么需求吧。我觉得姐姐要是想考虑的话，
就再多考虑考虑吧，毕竟婚姻还是挺大的一件事情，而且你的第一想法都没有就是想答应他，那肯定就是暂时不想结。一般在说到婚姻的时候，我总是爱说婚姻这个词儿，我们把它拆开看，它就是因为女人昏了头而结婚。但是在这一桩感情里头，明显的是女士没有昏头啊，一直保持着淡淡的清醒。你清醒的看着身边人，清醒的看着自己的未来。为什么没有昏了头？因为没有那么爱，觉得他就是一个适合处的人。但是未来能不能够让我跟他共度一生，我并没有那一幅画面。如果你要问我说，这样的人要不要干脆嫁给他，然后学着慢慢爱上他，我会说这是几十年前人们的做法。一个女人为了不得不结婚，会跟一个看着还顺眼但没那么喜欢的男人就在一起了，因为不结婚的话将面对太多的社会压力，所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然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学习去爱上这个一早没爱上的人。这样的婚姻可能并不幸福。现在没有这么多的压力给到您，您的家人也都对您目前的单身状况没有给太多的一些压力，对不对？所以你应该遵循自己的内心，想结婚就结婚，想单身就单身。然后对于先生来讲，刚刚我一再问您说，您再婚的目的是什么？再婚有什么样的画面？但是你的画面在我听起来是不结婚也能实现的呀。你说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你们两个没领结婚证坐在一起吃饭，难道不像一家人吗？凡事有商量，你们两个凡事没啥商量吗？我看都有商量啊。他也经常去看您，甚至都还能够撞见你给女业主嘘寒问暖送温暖的，对不对？所以你所需要的那样的一个温暖的画面，其实已经在你们的生活里了。我刚刚说他没有为您昏了头，不代表他一点都不喜欢你，只是说爱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它确实是那一瞬间的事儿，或者是说那么一刻他的还没有到来，但是他并不反感和您共同相处这样的岁月下去。我觉得像这样的共同构建我们的时光，共同构建我们的生活，分享我们的细节，然后制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回忆，这样的相处本身就挺有意义的。您非要张罗着把一个人弄回家里来结婚，如果不是特别功利的为了他生孩子，为了让他照顾您的老人或孩子，或照顾您自己的身体的话，我觉得还不如这样，还不如保持着两个人带着一部分的自由，好好相处，好好构建属于你们的现在，一起探讨有没有可能性再走入未来。不要那么着急结婚吧。听来听去吧，老师们也问了，你到底要什么条件呀？从头到尾也没说出真正的条件，真正的不满，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什么呢？不够喜欢。然后呢，你又觉得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对你这么赤诚的人，所以呢，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且关于这个前男友，我刚才听到他说前男友的照片他拿出来了，然后又被你收藏起来了。其实这是一个内心的影射，也是你的一个潜意识。承认不承认，咱俩都是女人，你懂，对不对？前男友跟他的前妻，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前妻他们是孩子他妈，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一个是孩子的父亲，一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需要这个。前男友，当你决定就是跟他相处的那一刻，就应该删除。反正至少我的概念是这样的，好的前任就是互相祝福且不联系，因为对方会介意。你说哎呀也不联系啊，是平时逢年过节的还要发条信息，为什么要发呢？既然有过这样的过往，为什么还要造成这样的误会呢？大可不必。然后老师们问你能不能删，行吧，大概是这样的吧，你不愿意删，所以呢也不能说是你错吧，因为在一个历经了生活的一个成熟女性，她可能不想结婚，可能就是很享受这种别人对她好，这也没有什么错。我觉得今天来给你们这个答案的人是你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理性的看待这段感情。你肯定是很喜欢他，但是呢，思考一下，你值不值？要不要在这把年纪搭上爱情，搭上金钱，去做一些事情？很明显，这婚结不了。首先一点就很明确，刘女士没有那么喜欢你。然后呢，她要求你改的那些什么圣母心呐、烂好人啊，
这是改不了的，这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你看来你觉得他是烂好人，他圣母心，在他看来这是他自己的优点。我对哥们仗义，我对客户关爱，我没觉得我哪儿错啊。他就算嘴上答应你说我改，他都不知道我自己要改哪儿，我哪儿错了呀？所以就是你提的这些，说白了就是你在使劲给自己不想嫁给他找个台阶下。我总得说点啥理由出来吧，我又不能直白的告诉你我不爱你。但是结婚这件事儿，第一，他就是得有爱，他就是因为爱冲动，所以进入了婚姻。但是当你没有爱的这个基石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冲动的这个想法，而且你已经单到这个年纪了，读惯了，对婚姻已经开始有更多的恐惧大于憧憬。所以我觉得你不如大大方方的就告诉他，我没有爱你爱到要嫁给你的地步，你还愿意做我男朋友吗？愿意的话就谈，不愿意拉倒。那对于李先生来说，您有过婚姻的经历，也有过孩子，还这么着急的要再次进入婚姻的这个目的性，确实有的时候会让人多想一些。啪，拿着20万现金到人家去了，啪，电影院一求婚。他是家里面有金矿还是怎么着，就这么着急要把这个女人娶回家，在别人的眼里会觉得你有什么目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不用着急，如果真的是想要找到一生的伴侣，或者说觉得他真的就是我一生的伴侣，那为什么不慢慢来呢？婚姻是真的能够留住一个人吗？这你经历过，你应该非常清楚。我觉得刘女士身体应该不错吧？对，病一次就知道结婚重不重要了。人刚说完身体不错，你让人病一次，所以我说得等啊。就是老李啊，我要是你啊，努力锻炼身体，保持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然后继续追她。你别着急，哪怕一次重感冒，有个7天，你只要尽心尽力，第8天弄不好，她就决定嫁给你了。但是你别7天全在，你前3天别在，你让她一个人尝尝，一个人重感冒，天旋地转，想拿那药。从这儿走到那抽屉跟长征似的，我觉得你别着急，你就该追他，该对他好，对他好，明白？然后我问一下刘女士啊，在他找出来之前，你知道那儿有一张前男友照片吗？我真忘了。这就是我说的，好多人不是说我诚心放那儿，我都不知道他在那儿。失望了。10年前你要不翻一下，我能把那照片，我都不知道他在那儿。那可能过个30年打开，哎呦呵，这还有这么张照片呢，嘿，年轻时候挺帅的，可能也就这一下。是。你把这当一回事，啪往那儿一摆，好尴尬。但后面是偷偷又给收起来。不是，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想扔。对呀，我劝李大哥，咱别着急，您别着急。刘女士，您呢？您没事儿给这个老李一些认可，他特别期待认可，他要的是一个形式化的幸福。我有家，我有老婆，有事儿有能商量，他看到的就是这个，他就想要这个，然后他想要形式化上的被认可，然后他给人修电动车去。你没事认可一下，你瞧他求婚那架势，就这儿哭嚓灯一亮，我们制作人主持，我们所有人帮你，哦，好浪漫啊，答应吧，他要的是这个。你给他一点形式上的认可，今儿说他，哎呦，今儿辛苦了，干得不错，明儿做那饭，哎，那饭味道真好，哎呦，有你就幸福了。你给他点认可，您就别着急，真别着急。他到42岁，您今年42对吧？他到42岁都没因为焦虑结婚，你觉得他着急吗？不着急吧，应该。对呀，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动机。为什么我跟你说，下一次他哪怕一次重感冒，他可能有这动机了。这先生，你这么着急，有没有是怕他跟前男友旧情复燃的可能性？所以你赶紧站住了，有还是没有？有。另外，你们俩的状态我觉得不太一样。你不忙的时候，你在忙些什么？有时候可能是家人啊、朋友啊在一起啊，也有出去还可以。出去旅游啊。挺好的，挺好的。那您呢？我不忙的时候，我就去见他。你看。你们俩状态是不一样的。先生很孤独，所以他把工作以外的能够丰盈自己那个时间都
要和你在一起，而你不是，你很丰盈，你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去做，你别找个原因说，哎呀，他什么圣母女心啦、烂好人了，都不是，不是你不想结婚的那个点，就是时间，你想自己再自由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心里还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前男友，为什么他的照片居然还在那里？当你为什么就不把它能够藏好点呢？有时候是真忘了。不，他忙的时候忘了，他大把的时间没有忘。千万不要看这个小动作哦，就是你舍不得删他的微信，就是为了在1年1次的那个问候，即使他是群发的，但他对你还是蛮有意义的。尤其是他现在单身了，所以说其实有很多我们说不清楚的话，但你做出了很明确对对方的拒绝，他其实就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需要给一个时间吧。因为这个先生，我说这个时间不是再等1年2年，而是尽快一个确认。因为这个先生，我觉得他还是挺认真的，对，挺有诚意的。我们不应该去耽误人家。这个先生挺好的，对，是的，他没有这个好心，不应该被辜负。咱不要拖到最后，觉得我没得选了，选你，我觉得是一份遗憾。真正的爱情是由4种情组成的，第一是激情，很显然你们没有。或者他有你没有。第2，友情，也许你们会有。第3，亲情，时间长了在一起有。第4，一个恩情，这组合成真正的爱情。所以你们看看你们有哪个没哪个，还是都要，还是有2、3个即可，好吗？那接下来我们2组嘉宾呢，就要先回到门后，然后考虑一下是否要出来，好不好？那今天第1组嘉宾他们是否会出来呢？小鱼和小崔，来，3、2、1，请开门。这小姑娘是想分手，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对，挺好，别耽误时间了。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2组嘉宾他们是否会出来呢？3、2、1，请开门。其实可以继续相处，对。不是，这男生他以结婚为目的啊，他以结婚为目的，他想娶她，我觉得挺好的，也不代表说就一定会分开嘛，只是今天可能还都没有想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知道自己要什么，要找什么样的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